生活对于一个舞台设计师有多重要呢？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其实还是在帮助我们了解同样的一些情境。为什么对一般人看过了就是看过了？可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舞台设计师，我们在他的设计里就不会只是看到情景的再现，而是感受他与我们分享他透过观看而发现，透过发现而进一步提问，再透过好奇产生想象，然后那个谁都能看见的情境突然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因为观看它的人已经改变。改变前后最大的不同是，之前没有的洞悉力，现在丰富了对于眼前事物的感受力，甚至是理解力。而这样的能力又将带着他的眼睛继续去探索与发现。什么是舞台？舞台上可不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代表空？可不可以只有一样东西，但不代表少？可不可以让时间停下来，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可不可以让空气凝结，但不代表闷？可不可以像小孩一样游戏，但不代表儿戏？可不可以实现自我，但不代表自我中心？我是林华，第4季什么是舞台？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位德国舞台美学家，就是现身说法，以可以还有可以来回答上面所有问题的卡特琳·布拉克 （Katrin Brack）。卡特琳·布拉克去非洲旅行的时候，不会预先知道他将要为一部叫做《黑人与狗的争斗》的戏做舞台设计，但是在他眼中，这个非洲就跟平常在旅游时旅客拿出摄影机咔嚓咔嚓按下快门所捕捉的非洲很不一样。对他来说，他踏上非洲的土地，所有在这片土地出现的、发生过的、环境的、人文的、精神上的，都是可以透过当下的感受去记录的。就像他说过的，那里是一个我们白人可以去度假、享受生活，然后带走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并且留下垃圾的一个地方。他这么说的前文后理，不是高举了白人的优越感，而是在反思这样的优越感如何导致无法真正看见非洲的原因。然而他却在这样的感受中写下了一整串与非洲有关的字词：闪烁的光芒、炎热、美丽的人民、美妙的风景、音乐、疾病、贫穷、野生动物、成群的蚊子、战争、被剥削的殖民、贫民窟。为此，他将这样的经历带回到了《黑人与狗的争斗》这部作品之中，尝试为其建立一个对他而言重要的、能够囊括他所有感受的画面。黑人与狗的争斗的故事是讲述在西非某国一个隶属一家法国公司的建筑工地上，一名黑人工人被一名白人工程师杀害，死者的哥哥来到工地要求归还尸体，建筑工地经理却试图将这起谋杀案说成是一起意外，并想要掩护这个白人工程师。这个工程师在巴黎认识了年轻的法国女子，并邀请她到工地上做客。他本想逃避这一切的麻烦，与这个法国女子在盛大的烟火中告别非洲，返回欧洲。但是他无法用金钱和酒精劝阻死者的哥哥。这个哥哥为了能够埋葬弟弟的尸体，强烈的情绪甚至让他不惜牺牲自己。另一方面，这个工程师试图要让这个法国女子对他有兴趣，但他却对这个白人工程师非常反感，进而反抗。他对工地的白人经理也没有兴趣，但他却爱上了这个来寻找弟弟尸体的哥哥。听起来这故事包含了纠结的殖民历史、复杂的权力关系，跟最重要的一点，剧情本身并没有提供解决的方案。
但是通过卡特琳·布拉克的舞台设计，这出戏剧却能让观众在观看之中与观看之后的某些意识被跳动起来。一是颜色，二是看与被看的差异，以及三在地的人与外来者之间的张力。先谈颜色，五颜六色的大紫雀一直洒在空旷的舞台上，纯就视觉来说，它无比简单。可是把这些紫雀的五颜六色从实物转化为感官的一种体验，它在飘落的过程中，因为都会经过不同角度的灯光洗礼，任何的一种颜色都会呈现不同的深浅跟色调变化，何况加在一起，在诚然是随机的巧合下，每一秒钟在我们面前发生的这个看似没有改变的景象都不可能重复。所以颜色在这里不只是紫血，还包含无限的变化，这就是生命的复杂性。故事中人物的皮肤不是黑色就是白色，卡特琳·布拉克却将彩色作为另外一个角色，让我们看见除了二元的张力以外，仍能够有另外一个维度的观看。二，再来谈谈看与被看的差异，也就是旅行与旅游的差异，也可以是投入与猎奇的差异，更可以是自己与他人的差异，然后是主体与客体的差异。故事中的非洲承载了外来者对文化的想象，这些想象包含了殖民地中谁主谁客的权力矛盾，这些矛盾又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刻板的观念，然后观念影响了观看，造成鸡与鸡蛋的局面。到底是我们塑造了如此被看见的非洲，还是非洲塑造了我们对它的想象和欲望？黑人与狗的争斗的剧本把观众带进了充满剥削的世界，而在现实里，非洲作为黑人与狗的争斗的戏剧性，与它作为旅游景点，也是某种对于观众与游客在身份上的辩证。如果把呈现黑人与狗的争斗视为旅游，那么卡特琳·布拉克设计的舞台难免让人看不到非洲的风景。但是如果旅游不是旅游，也就是说目光不只是放在肉眼所看见的地方上，卡特琳·布拉克的非洲经验便能帮助剧场中的观众超越旅游的心态，并从五彩紫血一直洒在空旷的舞台上的景象，进入意识流中的那个非洲。非洲与观看者的距离由此画出了外在与内在的界限。三，在地的人与外来者之间的张力，在黑人与狗的争斗的剧本里，皮肤的颜色分别了谁是在地人，谁是外来者。但是从被殖民者统治的在地人来看，脚下的土地不能够给予他们希望，换了外来者，纵然身处的地方不会提供归属感，然而在这块土地上享有的尊荣特权，却要比回到自己的国度来得容易。所以这两种身份造成的心理会形成彼此在感受时间上的扭曲。在地的人因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获自由，虽然受到压抑，但是短暂的欢愉还是可以减轻精神上的痛苦。至于外来者，远离了家乡，重要的便不再是从前的种种，反而是眼前的欢愉。对于一时欢愉的渴望与追求，让这两个极端的身份有了交集，就好像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一天过一天，有一年过一年，什么都应该是以当下的感受为考量。因此节庆不需要名义，烟火随时都可盛放。黑人与狗的争斗的剧本里有很多场景，卡特琳·布拉科唯选择了放烟火作为贯穿全剧的时间主轴，它好像一直都在发生，以至于当它积累了一定的时长之后，这个发生的时态在感受上产生了改变。这些由五彩紫血比喻而成的烟火，早在它应该登场之前便已出现，到了演出结束，它还没有停止。
如果说对于观众有所启迪，一切都要感谢踏足非洲时的卡特琳·布拉克，是个创作人，不是个消费者。其中的分别，请听他的现身说法。这就是我如何想出不断落下的五彩纸屑的方法。它统一了非洲大陆的色彩，反映了殖民者的傲慢和一种不同的时间感，一种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陌生的感觉。观众进入剧院礼堂，五彩纸屑已经落在舞台上，直到最后掌声结束，空荡荡的剧院大门关闭的时候，五彩纸屑还是一直落在舞台上。